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风吹半夏热度持续第一，赵丽颖遇到好队友，这3位配角很出彩。电视剧《风吹半夏》从一开播就吸引了众多焦点，2位大卫视联播，上线7天6天全网热度第一，不愧是赵丽颖，果然有扛剧能力。不过14集过后，在女主光环的衬托之下，不少网友却被剧中更多细节感动。之所以能够撑起此剧，这3位配角功不可没，亲情、爱情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第1位，小陈。关于小陈，从许半夏一出场就跟他在一起，2人一直都是合作伙伴，但同时也是亲人。小陈不在的时候，叮嘱许半夏不要随意给人开门，但是看到童潇琪坐在大雨中等待的样子，许半夏心软了。接着2人事业蒸蒸日上，堆场只有小陈一个人的时候，许半夏要跟小陈轮流在堆场值班，却被小陈拒绝了，声称她是一个女孩子不方便，在照顾女生方面，小陈简直就是暖男。跟着许半夏一路走来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，尤其是建立堆场时的村长，将价格一再提高。在他们没有钱的时候，小陈被村民打了，还声称是自己撞的，自己早就跟村民们相处成朋友了。直到钢的价格终于上涨了，他们有钱了，看着小陈掀翻桌子，跑到外面，爬到高处，那激动的样子，压抑了半年的生意终于开始有了生机，他们也终于硬气起来了，不用再像3孙子一样求着大家宽限几天还款了。许半夏跟小陈、童潇琪一起吃饭，3位股东终于再次凑齐了，唯独小陈哭了，他感谢许半夏的坚持，自己所受的委屈终于释怀了。为了缓解气氛，许半夏特意说小陈哭起来太丑了，灰暗终于会过去。但是小车终究还是走到了最后一步，即使咳血也叮嘱童潇琪不要告诉许半夏，可见小陈的顾虑还是很多的。原著中是许半夏同意污染贪图的，对于老太太的嘴里念叨的不得往生却毫不在意，但最后却带走了许半夏身边的小陈。无论过程如何，但小陈的结果是一样的，提前下线也是不可避免的。第2位，童潇琪。比起小陈的圆滑，童潇琪显得有点死脑筋，时时刻刻把蛮干写在脑门上，但他却是感恩之人，许半夏帮过他，所以他一直记在心里，把许半夏当作老大。堆场缺人，他把自己车队的人都派过去帮忙。车队的兄弟们没有钱过春节，是童潇琪的错，但是他也不希望这些兄弟再干违法的事情。之后为了跟许半夏的堆场交租金，别人拉1趟沙子，但是童潇琪却拉3趟，导致疲劳驾驶出了车祸，却第一时间紧紧护住高欣怡的头。而在手术签字的时候，许半夏毫不犹豫地说童潇琪是自己的弟弟，所以他来签字，可是却输给了高欣怡，一句我是他媳妇胜过一切。童潇琪背着许半夏做了太多的事情，就如同小陈一样，2人默默的付出才成就了许半夏。第3位，高欣怡。出身不错，背景好，却不甘于平庸，宁可跟着童潇琪拉沙子，也不愿意按照母亲的安排去干一份闲差事。在童潇琪车祸住院后，车队的兄弟想着解散车队换钱，可高欣怡却给大家道歉，堂堂大姐出身，竟然也是能屈能伸，接着替代童潇琪带领大家赚钱。高欣怡这个角色给人触动蛮大的，在她身上看到的棱角分明，知世故而不世故，在酒会上没有拆穿假酒事件，再次离家出走之后，也并没有再次找到童潇琪，就怕给她惹麻烦。当高欣怡不愿意穿职业装时，却被许半夏威胁再也见不到童潇琪，没想到高欣怡立马妥协了，在追求童潇琪这件事情上，
高欣怡一直遵从自己的内心，从未给童潇齐施加任何压力，是个讨喜的角色。虽然赵磊的人设才是许半夏事业上最强辅助，但陪着小陈跟童潇齐却一直陪着许半夏，这份情谊更加难得。而且赵磊本身就是事业上的成功者，帮许半夏一把也是非常简单的。总的来说，小陈、童潇齐、高欣怡这3个角色给人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。有这样为许半夏出生入死的兄弟，许半夏想不成功都很难。你觉得呢？2. 赵丽颖风吹半夏，观众评价为什么出奇一致？中年女演员的真实状态。风吹半夏，赵丽颖许半夏角色火了，就凭在最新一集为了建码头的项目，为了得到赵磊的支持，特意请了他吃饭，本意是想拉拢他为最近所用，毕竟一个人孤身作战确实有些吃力。再者，从商人的角度出发，也是希望自己有个依靠，有事情也可以商量。但是在餐桌上的暧昧，确实把赵磊看傻了。没想到如此氛围下，赵磊却送了一把裁纸刀给他，这个举动也同样把赵丽颖给整无语，直接就把裁纸刀在牛排上。这样的演技是逼真，契合实际人物的心理状态，表演恰到好处。虽然国内80后的女明星众多，但是能够真正出圈的却没有几个。赵丽颖可以说是成功转型的一个。以前她演的最多的就是古装仙侠剧，而且表现不俗，只要中专文凭的她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实属不易。她能跳出来以前那种类型的框架，也是证明她实力和角色可塑造性。相对和她同批的对手，却还在偶像剧的禁锢中无法自拔。她或许在新的领域演技还需要雕琢，但敢于尝试创新，已经说明了这个演员的态度。有人说许半夏和赵丽颖的性格有几分相似，都是敢想敢做的类型，出身也差不多。这种事业女强人洒脱的性格，在一大帮男人的商场里打转，不仅有过人的才智和胆识，还有一个很坚强的意志。这部剧让观众称赞的除了演员的演技外，剧情不拖沓，紧凑是关键。风吹半夏，赵丽颖、赵磊这对真的好磕。试想曾经那个需要他保护的小女孩，现在也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保护她了。这种双向奔赴、强强联手的感觉真好。开始她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丫头片子，她是叱咤风云的商业大佬，她是她的伯乐。在她的努力下，身份反转，她的能力已经好强，保护她也是绰绰有余。这种爱情有谁可以懂？就喜欢这种势均力敌的人设。赵丽颖这次转型真的很成功，人在不同的阶段就是要做适合自己的事。回想丽颖的每个阶段，选的选角都是很符合她那个年纪的状态，可以说是人间清醒，也很睿智。很喜欢《风吹半夏》这个类型的国产电视剧，希望能多拍些这样的女主，不仅人美大气，还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，很符合现在的年轻人。现在的社会需要这种蓬勃的生命力，在众多套路模块化的剧情都是千篇一律，这种不一样的美，体现了现在女性该有的状态。